大家好，我是杜月华，现在是4月18号周一的盘后。今天开始了新的一周啊。今天呢，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因为我们上周说到了，我估计这周一周二可能是比较好的超跌股的买入机会。我们今天讨论一下，就是哪些东西可能脱颖而出，好吧？指数这块来讲呢，其实今天上证指数大家看虽然跌了0.49，但今天的感受却是比之前要好的。今天上涨家数有2800，下跌只有1700。这就是我上周说了，其实我都忘了上周几了。当时我们开了个玩笑，我说如果我是导演，我就换思路了，不这么玩了。前一阵老拉证券，我说用这个证券去拖指数，我说这个很难，对吧？所以我说如果我是导演，我就不去弄证券，我去弄超跌股。我说人气会不一样的。应该说从上周四周五开始就有一点点迹象了，今天更明显。今天其实还是主要靠的超跌股在涨嘛，而反倒是银行啊、证券呀、地产这些强的东西开始有点补跌了。今天证券一个低开，然后最终跌了将近3%，所以你会看到，其实市场对于这种带有护盘性质的东西其实不感冒的，反倒是那些更能代表绝大多数这个群体的超跌股，其实你看到市场的反应是比较好的。所以我是觉得，第一呢，指数这一块来讲，我们其实上周说了，上周五说最好今天往下杀一下，我们也提到了能不能再次考验一下3140。今天是跌了，这个其实跟我上周五想的比较像，我是最好能往下走一走，因为我估计周末要处理好嘛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位置我没到3140，我现在的看法是，我觉得可能已经调整到位了，我是觉得明天往上走的可能性比较高的，这个可能很容易打脸，有可能还要走1分钟下跌结构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就是我自己的直觉判断就是，我觉得指数在这儿应该是短期低点应该探出来了，这里面应该讲。我觉得机会应该是要来了。这个机会还是我说的两类，一类是前期的热门板块的回调，谁扛得住，谁是中线最牛的。第二，超跌，超跌我觉得有可能近段时间会唱主角，所以今天我想聊一聊超跌板块中谁有可能脱颖而出。今天其实很多东西都带有一点超跌反弹性质，你比如说今天从行业上看，养殖不是啊，汽车零部件很明显肯定是，对吧？前期跌得蛮厉害的，半导体肯定是，对吧？种植林也不是啊，这个包括那个电力设备，有一些光伏，这肯定也是。这里面呢，我之前其实，在上周我大概提前了可能3、4天跟大家讲，我说有可能机会来了。当时我是这么看的，大家记得吗？当时我说，我第一个说的是光伏，我说一部分光伏，然后加上半导体，加上军工，对吧？我还说什么？好像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？忘记了，汽车零部件是吧？我们提到了这几个可能是有机会的，因为我们当时有个核心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你这个如果做超跌的话，核心还得是这些板块是前期曾经动过的强势板块，曾经的热门赛道，你这种时候动才有人气嘛，否则的话你即便动，基本上也不太会有人理。现在看起来走的比较突出的，其实是汽车零部件跟半导体这两个板块呢，有超跌性质，同时它还有一点消息面的刺激。大家知道最近上海的疫情比较严重，但是现在应该在尝试着复产复工，尤其是两个重点行业，一个是汽车，一个是半导体。因为上海其实这两个行业在全国占有的地位都还蛮高的，所以其实你看这两个板块反弹跟这个是有关系的。我是这么看的啊，第一，半导体虽然我提了，但半导体我始终是心里怀有一点疑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当时跟大家提半导体，其实这个小的1分钟中枢啊，我说再往下打一打就好了。其实那天打下来以后，这还不是背驰，这个是等于1分钟直接往上走出小300的结构。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两个板块，有3个板块不一样，一个是汽车零部件，这个是比较清楚的背驰起来的。你看小级别啊，那这个2899的小背驰极其清楚，对吧？那这个这小背驰。还有谁呢？还有就是光伏，光伏概念其实背驰也比较清楚，我就打光伏概念嘛，这是个比较大的指数。其实光伏设备更明显，这个背驰是比较清楚的。还有一个是谁呢？叫数字经济，这个小背驰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，跌的又多，又有背驰结构的，应该是光伏、汽配、数字经济。然后从现在看呢，其实应该是走势上看，半导体跟汽配会比较猛一点。我觉得如果站在可操作性上，这种很猛的东西其实很难买，你没发现吗？就是你稍微手慢点，现在其实已经没有特别好的点了。所以我个人觉得接下来
从我心里讲啊，我觉得有2个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，就是在超跌里。第一个，光伏，因为光伏的股票数量众多，应该还比较好找标的。第二个，数字经济，东数西算其实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子集，就是数字经济的范围比它更宽。我自己觉得这2个方向可能接下来会重点看，半导体估计也不少能跑出来，但是半导体现在也是起来的有点快，所以如果从看的角度，这个方向是值得看的。另外，其实可能还有一类个股会比较复杂一点，就是它可能短线具有一点超跌的特性在，但是跌幅可能没那么厉害，不会到50-60个，跌幅可能到不了50-60个点那么厉害，但是它的中期结构上可能会保有这样的结构，我给你画一下啊。比如说它大的结构是这样子的，它可能现在跌到这里，如果这里能止跌的话，这里尤其是前面有小中枢支撑的话，它可能会在日线级别上形成类二买，这种股票可能从中线上来讲更厉害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优先在一些重点赛道里找找看有没有这种结构的股票。然后我前面说了，除了超跌之外，你像强势板块的回调，像地产、中药这种，还是我也比较关注。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行情起，应该是这2条线做共振。然后我的直觉短期看，可能超跌的声量更大一点，也会更吸引人一些。这是我对目前市场的判断。第一，我觉得市场应该已经止跌了，这个观点有可能会被打脸，但是我的观点倾向就是现在短线应该是要止跌了。然后这里面看好的方向，超跌力，我说我自己会觉得从操作性上，然后从这个可能力度上，我是觉得光伏跟数字经济可能性价比还可以，军工也还行，军工也还可以，对，就这几个方向大家可以看，然后强势股的回调两手抓嘛，基本上中线把这2个方向抓住了，应该说可能目前的行情基本就涵盖掉了。行情嘛，总归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观察市场的变化，在这儿呢也把我的想法第一时间跟大家沟通，也希望能给大家起到一些帮助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栏目，明天见。